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中共四中全会进入倒数，北京拼的不是口号，而是名单与控场。更直白一点，就是习近平和张又侠谁在主导节奏。就这一周，3张名单同时砸下来，火箭军5天180则公告，倒查9年拉黑74名评标，116家供应商。同时9月10号，张又侠代表主席给神舟18、19授勋，镜头在他，署名在上。再加上9月11号，国务院任免2位副部级官员到位，人事节奏明显加速。今晚我们直切3问：一、火箭军黑名单谁拍板？是敲打某条系统，还是借刀清淤？二、张又侠高频出面，是在稳军心，还是在宣示权力分工？三、任免提速叠加地方密集调研，四中全会会释出哪些人事与城市信号？据中国政府采购报报道，8月28号至9月1号，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发布180条公告，宣布终止74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被停止了参与投标军队采购项目的权利，评标专家则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报道指出，多数评标专家被认定评审错误影响结果，其中甚至有人因2016年的评审问题遭到追责，显示火箭军正逐一翻查旧案，倒查范围最久可追溯到9年前的项目。报道还指，有些专家的错误更严重，比如一位专家的违规行为被定义成前科，即利用中介角色牟利，严重破坏采购秩序，因此该专家被终身禁止评审军队采购项目，同时也禁止他代理其他公司参加军队采购活动。火箭军成立于2015年12月31号，在2023年，该军种爆发了贪腐丑闻，2任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2任火箭军司令以及至少4名曾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军工企业高层，都因为涉入其中而落马。而此番大动作是否意味着军队和军工企业人员的新一轮的清洗？这次被查的包括中共央企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以及中移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中国通信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隶属中国通信建设集团 CITCC， 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掌控的业务就涵盖了电信、半导体和工程建设领域，这是江家瓜分中国捞钱的主要地盘。这可能是当前掌握军权的张又侠在打击江家的势力。此前，习近平要达成3连任，为了获得江泽民派系的支持而向江家妥协，保留了江家瓜分中国承揽军工产品的渠道和势力范围。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习近平发起的打击张又侠的行动。因为张又侠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中共总装备部部长，负责军队装备的采购等工作，而2015年底，总装备部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张又侠续任，直到2017年成为中共军委副主席。也就是说，张又侠任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也出现过违规采购案。中共装备发展部负责人历来是军中最有油水的肥缺，难道习近平在用这种方式敲打张又侠，逼我退位别太过分了，你也有把柄在我手里？总之，火箭军倒查9年引发了各种脑洞，有人说是习近平对张又侠的反扑，有人猜是军中反腐顺便整顿后勤，也有人干脆把它当作一场定向清洗。无论哪种说法，都是中共内斗的表现。中共高层常把备战斗争挂在嘴边，给外界一种战争可能随时发生的感觉，但其实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谁会在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上能占上风。套一句中国人最关心的话，就是四中全会习近平是继续留任巩固权威，还是被温和的边缘化？这也是目前中共内部势力拉锯的核心。对比过往，会议可能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公报，但会通过人事、制度细节透露胜负信号。按照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的说法，中共元老和军中重量级人物张又侠正在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习近平接受体面退场。
他们不想让局势滑向对台或对菲的擦枪走火，更怕和美国、日本搞成直接冲突。于是既给习面子，又把真正的权力慢慢托管到安全地带。这一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总是以贺信致电方式治国，而其他官员则是真人秀出场，一虚一实，让外界有如雾里看花，看不见中共内斗激烈的真相。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神舟18号、神舟19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10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这种公开场合，习近平通常是被代表的，而张又侠的出场看起来更像是元老团加张又侠在稳住军心，避免政策被情绪化推动。中共四中全会成为各派抢夺权力和话语权的焦点，各派人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纷纷出动。新华网9月11号报道，习家军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号至11号到黑龙江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8号至10号，习家军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广东调研，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8号至10号，习家军国务委员申遗勤到山东调研足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目的明确，就是要与地方勾兑，并稳住习近平在地方的基本盘。而习近平的对手胡春华也以低调的方式占据官媒和党媒的头版头条。微视频《雪域高原幸福录》歌颂的是胡春华经营20年的老巢，西藏林芝的墨脱。中共四中全会前，人事也在卡位。11号，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王文军为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任命王志刚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习近平的人马刘建超落马，中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李明祥主持。此次金正恩来华参加93大阅兵，也是由李明祥代表中联部迎接，而不是排名第1朝鲜通的副部长陈舟。中国前媒体人姜维平分析说，从李明祥接管了中联部，公安部部长习家军、王小洪被架空，可以看出现在的布局非常明显。中共元老和军队都在力挺胡春华，力挽狂澜，挽救中共。我看够呛，搞不好迎接中共的就是一场像尼泊尔式的革命。从外部看，中美关系这几周似乎有点降温，两国国防部长们通电话，美国也释放不寻求冲突的信号。两国元首可能在国际会议期间会面，但别忘了，美国在南海、台海的军力展示一点没少，还在联合日本、菲律宾演习。报告里把中国无人机群、超音速武器列为头号挑战。北京也在小心翼翼地维持沟通窗口，同时加紧军改和纪律整顿。换句话说，双方都不想马上对撞，但战略竞争并没消失。对北京来说，压力不仅来自内部博弈，还来自周边和国际环境。尼泊尔的巨变，短短24小时，共产党政府因封网失民心而倒台，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镜子。虽然中国体量和制度远大于尼泊尔，但政权对网络管控、社会稳定更加敏感。经济层面同样不容乐观，川普虽然没有重新加码关税，但如果美国再对中国产品开征高税，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会再受重击。国内不少分析认为，今年增长放缓与习近平强调向左转的路线、监管趋严、国进民退不无关系，这让党内一些人觉得必须调整政策才能稳住基本盘。也正因如此，要不要让习体面下台成了党内的钢丝绳，一边是保政权、稳经济的压力，一边是担心走得太急引发裂痕。内部派系在四中全会前频频试探，但底线依旧是别完成翻桌，否则尼泊尔的24小时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在中国变成某种象征。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
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